我国人民决心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时我们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没有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一股劲儿，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100%的把握，谁敢说这样的话？基本实现全面国产化吧。只要能为东海引进先进的技术，不拘形势，大胆尝试。我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走上健康发展的快车。货品的多样性嘛，一定要考虑的周到，别让市民感觉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在合作形式上，还可以更加灵活。Here'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Donghai chemical industry in China. 我们正在执行一项历史性的使命，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谢谢。妈妈，哎，洋洋，想妈妈了吗？想。真的假的？真想家想。人呢？我囫囵个的给你带过来了，没磕着，没碰着的，算是完成任务。这2天辛苦你了，带孩子累不？啊，不累，我俩可好了，一起干了好多大事。你们俩都干啥了？打野鸡，打鸟，抓螃蟹，吃牛蛙。真行。哎，你一会儿有空吗？啊，你要想请我吃饭，那就算了，这点事儿不值当，我也不好意思白吃你的。你想多了，我就是想借你的摩托车把这些东西给运回去。有空。瞧你这人，就是下力吃苦的命。你看，多不讲道理哈！我好心替他省钱，结果还遭他骂。我妈妈就是这样子，不讲理。嘿，你个臭东西啊！这才几天就胳膊肘向外拐了啊！走，给你妈卖苦力。阿姨，先走了，再见啊！再见。哎，妈妈，晚上我要吃红烧肉。好，小馋猫，一会儿回店里就给你做，好不好？好。啊，对了，村里人给你拿的河虾、笋干，我都给你放饭店了。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啊！哎，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哎，大夫，我们现在住院床位不够呀。四宝，这你啊，四宝，你跑医院干什么来了？啊，怎么了？出事了，出大事了！出啥大事啊？铜厂爆炸了。什么时候的事啊？就刚刚。出人命没有？那没有，但伤了10好几个人，证明伤的最重。我刚把他送来。在哪儿呢？你赶紧跟我来吧。我正在家吃饭呢，就听“咣”的一声，我家玻璃都震碎了。我出来一看，铜厂的烟都冒了那么大一团火，我就赶紧带人赶过去。好像是铜厂的反射炉爆炸了，整个铜厂都着了，房盖都烧塌了。那好多人怎么炸的？那我就不知道了。你看，书记，书记，医生怎么说？都是烧伤皮肉伤，没死人，正在里头包扎呢。书记，行，你们都坐下吧。书记，找个地儿歇会儿。书记，怎么回事？燃烧出问题了，反射炉燃烧的问题。跟烟囱冒的黑烟有关系？你不是告诉我你检查清楚了吗？我就是在检查的时候，我把流量减小了，然后油管的喷雾效果变好，我就想着我增压应该能够提高燃烧效果，
然后我就去调了油泵，把锅炉升压了，然后反射炉就炸了。可是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只是给锅炉升压，我没有给反射炉增压，反射炉的压力是不变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反射炉会炸。到现在为止，怎么爆炸的你都不知道，你他妈还有脸跟我说？你说，应该是燃烧不完全，不知道哪儿积焦了，有一天就闪爆炸。以前听说有过这样的事故，可今天才第一次见到。幸亏我当时在高配，及时把电闸给合上了，要不然车间得死一地人。我就不知道哪个混蛋提出带来要冻水，这电还没关上就冻水，这全都不想要命了，这是。是我当时太着急了，灭火器又不好使，我就把消防水开了。哎呀！书记，你别打证明了。救火的时候，证明是第一个冲上去的。今天要不是他，我救不出来这么多人。要没有他，今天肯定得出人命。我把这火安装好了，听见没有？嗯。周明，周明，不，你赶紧进屋啊！你别在这儿了，快！进屋。疼不疼啊，周明？没事，书记消气儿就没事了。回小雷家。不是，我得去趟上海。先把你们娘俩送回去。不是，你去上海干嘛呀？爆炸这事怨我没有听小辉的，立刻停了冒黑烟的铜厂车间。我现在得去找小辉推荐那个高工。你去找那个高工，不能晚点去吗？这铜厂爆炸了，这么大个事儿，你这个书记不在，村子里面还不得乱套了？有师哥在，村子里头出不了大事。现在最关键的是得查清楚这爆炸的原因。这一炸，几百万就没了，也不知道铜厂能不能复工。小雷家没有一个真正技术的，我回去了也不顶用，得找个明白人过来给看看。那你去上海，路费带了吗？哎，你去请人家拿什么请啊？女士，我还真得回趟小雷家管师哥要钱，那就只能晚上去上海了。这铜厂多停一天，不知道又得多少钱。去我那儿拿，我那儿还有2万块钱，本来是备着手术用的，你先拿去用。这铜厂一炸，后面不知道多少事儿等着你呢，能早点是点啊。那行，就依你。钱你得收好了，千万别丢了啊！要抢我的话，得多想不开。这些吃的你拿着，路上可以吃。帮我给师哥去个电话，告诉他我去了上海了，铜厂这边让他一定顶住了，凡事等我把人请回来再说。行，你放心吧，一会儿我自己去一趟，一定把话带到了。这每次出事都让你帮前忙后的，我都不好意思了。都说了，别再说谢我的话，赶紧去吧，快去快回，把人请回来是正经事儿。宋长，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吧。
咱出去走走吧。行。宋城，这几天我跟荆州的兄弟们商量了一下，要替你做点事儿。想做什么事儿？设备处的张艳华跟我说，马厂跟外商正在加紧敲定合同细节，估计后边拆分技术包、核定参数这些事儿，也该用得上咱荆州的子弟兵了。我呢，跟大伙儿都挨个通了气儿，大伙儿的意见也都一样，不给他干。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一定能逼着马厂让步，把你给调回来。你们不能这么做。你是担心我们闹不成啊？说实话，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但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一旦设备引进完成，外方的工程师进来指导，马厂他们的人就能全面接手。到时候我们就算想闹也没有机会了。方平，我在去码头之前已经跟老马谈过了，只要你们安心工作，他就保持原有的人员架构不变。老马是东海的厂长，他的承诺还是有分量的。我们这么争，不是为了自己的那点前途，宋厂。马厂他们是故意把你排挤到码头的。你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二话不说就去，当然没问题。可现在呢，你是领导，你是东海的技术核心，你下去了，东海的项目怎么办呀？方平啊，老马他们都是老化工了，技术上都没问题。前2天我们过技术会，你平时一句话就能定的事情，他们要讨论3个小时，就这样的工作效率，你说他们没问题？还有吗？好几家乙方代表都在抱怨，哎，你宋厂下去了，他们都不好干了。宋厂，东海的大方案是你亲自设计的，里里外外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了。因为这些，你们就要揭竿而起。我们这是为了东海的大局啊！什么才是大局？你们这样不配合工作搞内耗，才真正是坏了东海的大局。水书记教给我2点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分工与协作。现代工业不是手工作坊，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完成的事情。你以为凭着荆州7、8个人、10几条枪就能扛起东海这么大的项目？我告诉你，绝无可能。和新的同事沟通，自然要多花点时间。但你要清醒的知道，只要你们做到了好好协作，就一定比我一个宋宇辉能给东海带来的效益高得多。那你就撒开手不管了，把东海丢给他们。目前这个形势，如果出现了技术上的争议，我还能以客观的立场去帮忙。但如果你们真的搞起了对抗，那么我的观点也就失去了客观性。如果那时候他们不听你的，你拿什么跟人家对话呢？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不要去揣测。从参加工作到现在，我只相信一条，并正道前行，坚持按照自己的良知做事。虽然我也吃过亏，但如果让我把过去的路重新走一遍，我依然会这么选。喂，你好。American phone calls. Please speak to Mr. 宋云辉。装神弄鬼干嘛呀？还真当自己是美国佬了？怕晚上收电话的人听到说中国话不给传达。跟你说正事儿，10万火急。你说，我在听。详细的不说了，不然连累你。总之可能要禁运了。美国牵头，对华贸易全面封锁，西方那几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应该很快就会有响应。你有所准备吧。消息属实吗？还没发明文，现在大部分外商都还不清楚具体情况。我这边代理的一个大公司跟long伟的援外水客很熟，估计是躲不过的。这种事不是每个国家都会完全同步，快则1个星期，慢则1个月，就能出官方消息。你给我的那份名单呢？那个离岸公司？全面封锁，谁都逃不掉。挂了。
早就派人给你们传过去了，怎么现在又问起这个呀？你让他们再找一找。啊？为什么非要今天搬家呀？哎，你们那个外国老板能不能别跟着添乱了？啊？行，进来。你等一下啊。喂，老海啊，北京饭店那家人要的那个报表，他们今天搬家啊，一时找不到了。你那还有吗？好。哎，我们老韩那边有个新的给你啊。哎，你刚才说还差什么？外汇申报文件。文件早就给你们了，这是你们自己造成的困难，我管不了。好，等找到了资料，我再给你发过去啊。好。今天的事太多了，报给部里的文件也发完了，他们那边正在赶夜车确认呢，都没休息。这个合同怎么回事？特殊时期，上面也是综合考量才做出了这个决定。目前也不是完全购买日本设备，他们最多占比70%。主机设备从日本采购也是通常考虑的结果。对。美国设备的 QDI 模块比日本设备领先半代，将来升级的兼容性更高，这也是我主张选择美国设备的原因。这些我在打给部里的报告里都阐述过，你跟我说部领导也认同这一点。小松，上面有上面的考量，部领导看问题比我们更加全面，对技术的了解比我们更透彻，他们选择的方案不应该由你来评价。你在北京的时候，我反复问过你的意见，你说跟我一样支持美国设备。1周前就在这间办公室里，你还亲口跟我说过会站在东海的立场上来做决定。宋运辉同志，我刚才已经说了，这是部里的决定。有句话，我再劝劝你，不在自己职权范围以内的事情，请你不要随便插手。为东海采购进口设备，做技术层面判别，这是你作为厂长交给我的任务，这个我没记错吧？小松，今天晚上的情况你也都看到了，可以说是内外交困。从我到设备供应商，再到部领导，大家都没休息，都在加班。大家是在想，尽快的把设备采购定下来。你现在这么纠缠，是在耽误东海的大事。哎，老韩，正好帮我跟老马说一下，外汇申请又发了一遍啊。那个进出口总公司要的资料怎么样？老马，你怎么不接电话呀？陆司长都打我这儿去了。他问你那合同收没收着？我知道了，待会儿我就回给他。日本公司需要的资料找到了吗？哟，我那份拿去给他们打样了，我再去设备处问问。对了，那个老刘说外汇申请又发了一次啊。没有别的事儿，我得继续工作了。这家日本供货商，陆小弟推荐的。采购方案是部里集体定的，所有设备供应商都是通过进出口总公司推荐过来的。我跟你说过，
用我一个副厂长去换最适合东海的设备，我认可这个安排，但绝不是区区的30%比例。我提醒你，适可而止，这是东海的长远规划，不是什么交易。你以为我考虑的是我自己吗？我考虑的是东海的未来。现在全世界的化工业发展如此迅速，如果我们选用这份合同上的日本设备，还未投产就已经落后，以后还谈什么跟国际接轨啊？而我们本就可以避免这样的局面。好，你说吧，你想怎么办？我怎么办，要看你怎么想。我早就想过了，这种事儿摊上了就得认。要是把咱们俩换个位置，我不知道你能够怎么对付小拉。可要是能拿我这个老家伙换3成好设备，我们愿意。你们做技术的有做技术的傲气，都想把事情做得纯粹，可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纯粹的事儿？坐在我这个位置上，就不可能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哪一层哪一点，我不得顾及到？做事从来都不容易，但你原本没必要隐瞒这些。东海是个集体，本来可以一起去面对小拉。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就知道你的这个脾气。小松啊，你真的以为我的话在部里有什么分量吗？你我谁都不能决定东海的发展。如果不是有上级领导的支持、政策上的照顾，东海还有未来吗？你是搞技术的，只盯着你技术上的那些理想，可我要为整个东海打算。日本设备虽然不是最优的，可也并不差呀。我们这次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还怕以后没有发展机会吗？这就是东海唯一能走的路了吧？宋长，美国要带头对中国展开禁运，进口设备买不回来了。这件事情我没有跟老马他们说，如果这个消息提前透露，会让东海陷入烂局。他这个人做事太谨慎，要顾全上头的面子，又要安抚下面的队伍，只能做一个守成的好干部。宋长，你需要我做点什么？我们在现在这个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要带领东海活下去，就必须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张永华、小吴，你们交接那资料全都不对啊！啊，没问题啊，去我屋开会去。去我屋开会去。开什么会？成功，老丁，哎，你们交接那资料乱七八糟的，还有心情喝酒呢。不是怎么了？去我屋开会去。啊？开会，开会。什么？快！赶紧去，快！走。我知道。待会儿重新做啊，快！不是没错啊，我上次核对过了呀。核对什么呀？核？都来了。方平白天跟你们说的事情，以后永远不许再提起。宋厂，是不是马省他们给你压力了？这是我的命令，你们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这件事情关系到东海的前途命运。明白。明白。我知道，你们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东海的未来。现在，就是东海存亡断续的关键时刻。东海能不能活下去，就看咱们荆州年轻人的本事了。
宋长，那我们需要做什么？方平，你去整理国内所有关于乙烯项目的资料，包括他们近3年的设计方案和设计思路。好。小丁，哎，你去把国内所有关于乙烯产能利用率和多种原材料转化的最先进资料都找来，涉及到国外设计思路的尽量回避。明白。剩下的配合他们俩工作吧。好的，总长。好，明白了。去吧。走走。你找谁啊？你好，您是高工吧？我是江阳市小雷家的村支书，我叫雷东宝。孙宇辉是我小舅子，去年我们开铜厂的时候来请过您。啊，有什么事儿？还真有事儿。我是来请您帮忙的。我们那个铜厂，哎，高工，我早就跟你们说过，我不会去的。您先别关门啊，听我把话说完了。你请回吧。我们那个铜厂炸了，这是人命关天大事儿，您得管。进来吧。哎，坐吧。坐呀。怎么回事？铜厂怎么会炸了？我小舅子说，不是，宋宇辉说这铜厂冒黑烟有危险，是燃烧不完全，我就让他们去检查。结果呢，他们把锅炉的油压给升上去了，反射炉炸了，可是锅炉没炸呀。我就问他们怎么回事啊，没有人能答得上来。你们那个铜厂啊，土法上马，漏洞很多，不然不会发生这种事故。再说了，那个雷正明厂长技术不精，还一意孤行。高工，您看，只要您过去，什么都听您的。我把这个雷正明给撤了，这样您放心了吧？凭你一句话，就把他撤了？没问题。出来的时候太匆忙了，就带了这点钱，您先拿着。如果您觉得不够的话，您跟我说，我绝对不跟您讨价还价。你是不是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本来还想，为什么雷正明那么刚愎自用，还当上了厂长？见到你，我明白了，只有你这样的人才能培养出雷正明那种人。高工，您说您这话什么意思呢？您要是瞧不起我们这些农民，你可以直说。我不是看不起农民，我看不起的是你们这种不尊重技术的人。在你们眼里，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就能随意的碰你们不懂的技术领域，就能随便的购买你们想要的技术和听话的技术人员。可惜了，我不是这种人。你请回吧，我还有事儿。高工，我们这些农民办企业，
一穷二白，没钱没技术。您刚才说我不尊重人才，可人才在哪儿呢？这些人才会去我们农村吗？之前我派过来请您那个雷正明，在你眼里头，他可能什么都不是，可是，在我们小雷家，那就是学历最高的人。我把铜厂交给他，我那就是尊重人才呀。我们这些农村人，为什么去搞这些我们不懂、我们不会的技术活？我们搞这些，很有可能贷款还不上，很有可能被上级追究责任，更有可能被这些我们搞不明白、搞不懂的锅炉白白炸死。可是我们得搞啊，要不然10年、20年以后，我们的孩子还是农民，还是会被你们瞧不起啊。高工，我脾气直，不会绕弯子，说的话呢，可能您不爱听，可我说的都是实话吧。不管怎么样，铜厂我一定会搞下去。我今天来请您，要是您不去的话，我就去找别个。如果大家都不来，我自己带着村里人，我自己搞。这是我们的命。回来，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你们那个雷正明厂长，我不喜欢他，但我也不能砸了别人的饭碗。以后啊，让他跟在我的旁边，我说什么，他都得好好学着呢。哎，就让他跟您后边，他要不听话的话，我打断他的腿。明天来接我吧。您这是答应了？我说的道理，你们都必须尊重，尤其在技术方面的。如果违反这个原则，我立刻回上海。都听您的。这钱，我都快70了，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再说了，拿薪水也得有个正规的手续吧。这不明不白的拿你的钱，你还让我睡觉吗？是我不懂规矩，我走，我明天来。高工，哎，高工，你慢点啊。一会儿找个地方，先对付吃一口。哎，书记，书记，过来，来了。高工，书记，这是我们村长雷世根同志。高工您好，久仰。那个四宝，你先带着高工先上车上歇一会儿，我跟书记说点事。你这边去，你这边。来，高工先去，辛苦一路辛苦啊。陈明远书记，你不在这几天，这2天来了好几个电话，口气一次比一次不善，说咱那个铜厂爆炸那事，那属于重大的责任事故。你要是再不露面，人真派县里事故调查组去咱村里封厂去了。不还没封呢吗？是，别慌，我这就去找陈明远。高工呢，是我花大力气请回来的真神，你得敬着。铜厂的事儿，他就算是放个屁，你也当成圣旨。有数。带着吃口东西。好，行，你甭管了。材料呢？书记，到我办公室。县长，雷东宝，你肯露面了？回去潜逃去了？你再等着我哪都别去，等我收拾事情忙完了，看我怎么收拾你。吃炮仗了这是？东宝，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说话的时候小心点儿。陈书记情绪不好。我他妈情绪好，不是谁招他了？他老父亲病重住院了。严重吗？不光是这个，本来要调到市里边去的，多好的事儿啊！结果上边下了一个非得有大专文凭的硬杠杠，这不卡这儿了吗？我知道了，那也就是说，陈书记这辈子都得烂到县里头了。县长，雷东宝，你进来。
你去哪儿了？通厂爆炸已经超过48小时了，事故报告怎么一直没给我？市领导一天一个电话，一天电话催我。来，你坐我位置，你教教我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回答。我去上海去请专家。你请什么专家？你有请专家的功夫，通厂能爆炸吗？现在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想谁找专家了？雷东毛，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不回来，调查组封厂封账，卖设备还银行贷款。卖了设备也还不上银行贷款。我去请专家，那是想尽快的查清楚通厂爆炸的原因，好恢复生产。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这银行贷款他怎么还呢？当初放贷可是你陈书记给我做的介绍，我总不能连累你跟我一起做蜡吧？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小雷家的通厂，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是，我当初是给你们介绍过贷款，但是那是我作为主管领导分内的职责，不光是你们，我辖区内所有的乡镇想要发展，我都会给予政策帮扶一把。我当然知道是你分内的职责，可事情已经出了，更需要领导的关心。你想让我怎么关心啊？雷东宝，你当初可答应过我，你会按时定期的还贷，你做到了吗？你还向我保证过会狠抓安全生产，你做到了吗？现在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说句空话就可以糊弄过去吗？领导的批评我们虚心接受，犯过的错，吃过的亏，我们已经得到教训了。可是通厂它得开吧，银行贷款它得还吧，那得需要你陈书记的周旋。怎么什么事儿都得让我替你擦屁股呢？回回都是事情发生了之后，你才想到来找我替你周旋。消消气儿。我们小雷家，那是你手心里的典型，没有你陈书记，没有我们小雷家的今天。不管你帮不帮我，在外人眼里头，咱们都是一路人。那关起门来，咱们是一家人。我不还叫你一声大哥呢吗？你跟我说句实话，你们通厂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能不能尽快的复工？如果不行，你今天给我撂个实点，我好想其他的办法。我从上海请回这个高工，那是全国有名的冶金专家，他一定能帮我们小雷家整改成功。你有信心？如果他高工说不行，你立马停了我通厂，我二话没有，我绝对不埋怨你。我知道你为难，你说这通厂一爆炸了，上面追究你得担着责任。可话说回来，还好没死人。是不是在雷东宝眼里，什么事都不是大事？你给我说说什么是大事？你的事儿是大事，我的事儿我什么事儿？我都听说了，但你别太在意。这在县里头待着不挺好的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宁当鸡头，不当鸭屁股。行了。那叫宁做鸡首，不为牛后。有空多读点书吧。我这两天净和你们文化人打交道了，可是没少让你们笑话。我算什么文化人？我连个大专文凭都没有。可是我们当初那会儿哪有上大学这回事啊？我家庭成分差，怎么推荐，也轮不到推荐我上大学吧？我想上大学的时候他不让。现在反过来跟我要大学文凭，你说这不是捉弄人吗？我是初中都没上完，现在不也挺好的吗？你还净推荐我去当省劳模了。我们俩情况不一样，你凭能力挣钱，谁能说什么？但是在我们这儿，光有能力没有用，你还得天天碰着这个硬杠杠，明天那个软杠杠，天天杠你脑袋开花。你凭良心说一句，我陈明远有没有这个能力吧？我别的不多说。我就说，全市各个县当中，就我这儿经济工作做得最好，年财政收入也是我最高，我遥遥领先。我可当然了，我这除了有你这么一个会惹事的雷东宝之外，我敢保证我的辖区之内不会有其他任何问题。所有的硬杠杠我都超标啊，怎么唯独敌不过一个这个文凭的硬杠杠呢？你说做人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说，你也别钻牛角尖了。等这事儿一过去，我保证，以后不给你添麻烦。你是什么意思，刘总？你爸不是病了吗？刘东王，书记，书记，你可算回来了。书记，这样，你前2天交代我办那个事儿啊，办得差不多了。那杨巡说得再签个私下的出资证明，就是说得有个东西证明这开市场的钱呢是他杨巡出的。都什么时候了，哪有心思顾这事？不是，旭哥呢？把他给我叫来。我这就去叫他。书记，那杨巡事咋办呢？你看着办。我看的话，那还是签了吧，免得到时候杨巡说咱小雷家想赖他钱。你看着办。哎，那我叫村长去了。书记，村长来了。哇，这样，哎，您出去吧。啊？我跟村长有点事儿要说。啊。咋了？陈平原翻脸了？陈平原愿意帮我们。那就好。只要不封场，咱这就有活路。你先给我拿2万块钱。干啥呀？你要给陈平原啊？我已经给了。和你走过理想的大河，从容地飞腾着。你看那盛放的花儿，来自期盼的种子。你看那丰硕果实，来自耕耘的浪漫。宽广的大河，来自八方汇聚的消息。奔腾向前的大江，来自高山的哺育。和光同行，跌跌撞撞的摸索。和光同舞，奋不顾身的坎坷。和光同志，不为生命而来，不为低谷而去。你看那盛放的花儿，来自期盼的种子。你看那丰硕果实，来自耕